新世代的折叠机又推出来，可是这一次呢，我觉得在手表里面更有亮点。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昨天如果你们有跟我们跟电塔的直播的话，那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发表会的时候有一起跟大家去讲解里面的内容啦。可昨天他直播的步骤，其实产品发表的步骤非常的快，然后因为有非常多产品，他们在这个时间内要发表，当下很难去消化所有的讯息，所以我们今天拍这片跟大家大致分享一下，就是我现在看完直播后，然后再真的去看完这个产品之后，然后有什么心得来分享啊，一些实际上手的这些体验、这些感觉。好，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一开始他们就直接进入重点，就进入到折叠机的部分。那一开始发表的就是三星的 Galaxy Z Flip 4第4代的这个折叠机后，那这次它整体外观的设计，如果你不仔细去看的话，好像跟上一代差不多，但你如果细细去看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差距。那我觉得第一个看到的最大的感觉啦，最有感的地方就在它后面转轴的地方，你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它的转轴变得没有那么厚重。那这部分在视觉上有感。那实际上呢，你打开之后，也因为这个新转轴设计，我觉得它里面折痕凹槽的部分是比前一代还要再浅一点，或是更无感一点。那其他部分呢，我更有感的可能就在它的电池续航力的增加哈。那这次他们是加入更大颗的电池哈，所以他们在这个小小的机身里面，他们有办法塞入就是多了400毫安时的电池。那同时间，我觉得在续航力上面，我会可以期待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这次放进新的4奈米的处理器。那我觉得这两个是有点加成效果了。你新的处理器理论上更省效，然后续航会更好。然后同时间又加上更大的电池容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去解决说大家现在对这只小只折叠机的续航力比较不足的这一点吼。那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会做出一些解决。那到时候我们来测试看看。那再来呢，在实际使用上，我觉得它外面的封面萤幕，其实在上一代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算是蛮完整的一个呈现啦。它在功能上面已经提供非常多我们一般期待外萤幕会有的功能。那这一代它把更多实际上使用的会用到这些功能性又结合在上面嘛，像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回讯息，直接在上面接电话跟拨电话，那这一点就可以让你完全不用去打开手机做这些事情。那另外还有就是它可以操作智慧家电这一点，以折叠机的这种呈现的形态，它在一个外面的小萤幕可以让你去做这方面的操作，那你基本上又更不用去打开手机，因为这个部分就大致上锁定好几个小工具，你自己记得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它就真的蛮成功，把内外萤幕一些实际使用上的情境做了一些分别。那另外一点我很喜欢的，还有在它拍照的时候，那先前如果我们在手机不用打开，想要直接进行拍照，对，它可以这样做，很多人不知道，上代就可以。那你在按2下要它进入相机模式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取景模式出来，可是它没有办法让你看到全部的取景，因为它毕竟受限于它这个萤幕的大小。可是这一次它增加一个功能，可以让你点2下，让它变成缩放到原来的这个照片的比例。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打开手机要拍照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整个照片的取景，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方便。好，那另外呢，还有它在这个很多社群媒体，他们其实有跟 IG 啊，或是跟 Facebook， 或是跟 Microsoft， 他们有结合在一起去合作说，现在既然是用这种折叠的这种形式，那怎么样让这一些 App 在这些折叠的形式上面去善用它的界面，然后去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界面，让它用起来更有意义。那这次我们比如说像你拍 IG 或是拍限动的时候，你折起来的话，你可以用这种垂直方面去取景啊，然后下面又可以帮你可能去按录影啊什么等等，然后或使用 Facebook 的时候，你以前这样折起来，如果你要去操作或者要去滑动画面的时候，你很难去滑动那个直角嘛。那现在他们可以把下面这一块萤幕变成像是一个轨迹板、触控板，你就可以直接像滑鼠一样去操纵、去控制、去选择上面的萤幕你要选择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实际使用的方式，他们善用这个折叠的这个界面，然后去把它做得更好。OK， 那下一个我们来谈到这个 Galaxy Z Fold 第4代哈。那这个跟上一代的差别，可能一开始也是有点看不出来，可是我觉得它大致上有增进跟修正一些上一代可能有一些人就希望更好的地方。那首先是在外萤幕，它在边框的地方又变得更窄，所以你在实际去2只手机做比对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明显。但是当然除了视觉上的美观之外，它其实也改变外萤幕的这个比例。那改变这个比例呢，在平常一般 App 的应用啊，还有你一般习惯的这个手机比例上面，它其实就更符合我们的习惯。那再来我们来到后面，它相机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跟 S22 Plus 的相机是一样的这个组合。可是我觉得折叠机来讲，一般它在一个这么小的机身里面要放入
这么多颗镜头，然后又是这么高水准的话，我基本上这样的话就是已经给过关，不会期待说它有像 Ultra 那一种等级的相机，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又去吃到它里面电池容量的话，那可能对想使用这类折叠手机的人，他们可能宁可会选择的是电池容量。那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另外在打开之后呢，但它整个萤幕的边框又在向外再推了一点，那其实这就是每一代的去进步它这个萤幕的市占比。那这部分当然是在全萤幕这种像平板类似的使用方式，但体验会更好。那另外呢，在萤幕下的这个镜头，它其实一开始上一代他们就已经加入把镜头藏在萤幕下面，然后用一些画素去掩盖它的这种方式。那其实上一代我就已经觉得隐藏得很好，因为你一般不太会去注意到那个点。那如果你真的要做自拍的时候，因为毕竟它里面所配的镜头并不是最高规的，因为他们也要去想说，萤幕这些画素会打到什么画素等等，然后加上他们外面又有一个自拍镜头，然后另外你可以翻开来的时候，你又一样可以直接用主镜头来自拍，所以我觉得里面这颗镜头规格到多高，我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在意，我比较在意整个画面的呈现。那他们这次在隐藏这个镜头的方式，他们把画素做得更密，那两支去比对的话，其实是非常明显看得出来这一代的进步哦。但我个人觉得，除了规格的进步啊，在实际使用上的体验，我个人觉得最有感的就是我很喜欢这一次他们有这个 text bar 的这个东西。那基本上它就把它变得像一般电脑一样，你有个桌面嘛，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个你所有的 app 的像那种工具列的东西就会出来在下面。这个当然除了你可以看到有什么 app 可以快速开启之外，它在 app 的切换非常的迅速。那我们实际上手就一直试，就切换不一样的 app， 你就好像是瞬间切换过去。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它里面使用新的处理器有关系。那除了这个地方呢，你先前像我们习惯，如果打开这种折叠萤幕的时候，你可以使用3个视窗去多工使用的这些情境，你也可以把这个3个视窗 app 的组合直接储存在这个下面的工具列里面。那这个就代表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些 app 的组合是我们在工作效率会最提升的这些组合方式，你就先把它记录起来。那这种时候，你在进入这个工具列的时候，你就可以瞬间去切换到这个模式。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下面这个工具列，因为它把它做得很小，不会去吃到你太多实际要使用的萤幕占比，所以这部分算处理得很好。那我其实也蛮期待说，在另外一个系统，像是在可能 iPad 啊，或是其他任何做这种可能平板的这种作业系统，我觉得这种界面都可以移植到平板或任何东西上面去，我觉得它都会非常的好用。那刚刚在 Flip 的地方，我们有讲到说，它这个折叠的界面有一些结合一些软体商，然后去帮他们开发出这些 App 是在这种界面下更好用。那我觉得在 Fold 上面又有更多生产力的展现。那除了我们刚提到那一些特定的 Social Media App， 它都有做一些特别的界面之外呢，我觉得最惊艳就是可能在 Microsoft 的一些 App 上面，那你折起来之后，你可能就可以让今天在跟别人视讯的时候，可能下面就是显示别人的画面啊，然后上面就是显示你们在看的这个 PowerPoint slide。那这个就是非常善用这个，你有这个那么大的萤幕，然后你要折起来使用的时候，你怎么去善用这个界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演示。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时代到了现在，有越来越多大的软体商愿意加入去开发这个部分。那也是因为三星一直去坚持做出这样折叠的界面，才会使用者越来越多嘛。那他们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去开发。那很高兴现在看到第4代，他们并不只是在一些机构硬体上面给你加强，而是在你实际生产力的应用上面，也跟软体开发商共同去找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那这2只手机呢，我建不建议大家购买？那当然，如果你已经使用的是第3代的话，你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一代换上去？那就是看我刚提到这几个功能对你而言是不是真的很必要。那如果你现在是使用 Flip 的话，那我觉得电池续航力的进步这一点是一个蛮实际的地方啦。但在外嘛，续航力，如果你不想再多带一颗电池，那这次增加的续航力可能就是会解决你这个部分的问题。那另外在 Fold 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认识很多人，如果会使用 Fold 的话，他们都是很喜欢打开来这个平板可以让你很有生产力的这种使用模式。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个 text bar， 它下面这个工具列的地方，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就会非常的实用。那其他萤幕占比啊什么部分算是非常有感，可是这个就看你自己是不是要每一年去更换这个手机，我觉得可能是还好。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可能第2代、第1代的话，我就觉得这一代算是还蛮值得让你去做个升级，因为不管是它在转轴上面的进步、萤幕上面的进步、相机上面的进步，还有实际使用模式上面的多变化，然后再加上可能最吸引你的就是这个4奈米的处理器。那据说是台积电的，那这个部分就是等事后大家可能有开箱再来证实看看。那我觉得
整合起来，虽然说在 Z Fold 上面我们看到的电池容量是一样，可是我相信如果整合这个新的处理器更省效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续航力上面的一些进步啦。我们到时候再测试看看。好，那下一步就是讲我个人觉得非常惊艳的就是手表的地方。那这次他们还是有推出他们的 Galaxy Watch 5嘛，就是他们4的后继机种，但是他们也推出一个全新的机种，叫做 Galaxy Watch 5 Pro， 另外一个更高阶的一个机种。那其实更高阶这个不只是外形或是命名而已，它在实际的功能上面都有一些更高阶的应用，而且并不只是一个材质上让它升级，而是它的实际功能性还有硬体都是另外一个等级。那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偏好的一款。那我们先讲这个第5代，就是 Galaxy Watch 5。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他们先前一些很强的功能，像 BIA 身体成分组成这些都还是有。那他们在感应器的部分做了升级，所以在检测部分会更加的准确。那其他像是现在健康很重要的血氧侦测跟血压侦测，他们这次都还是有。那心电图啊什么等等，然后甚至是体温侦测都一样有。另外，我觉得睡眠侦测这一点，并不只是侦测你睡觉的这些时间过程什么等等，它还会去记录，比如说你打呼的声音，那会给你一个分析报告啊，一个睡眠教练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在先前任何可以侦测健康的地方的这些功能，或是在硬体上面都有讲过。常常你需要的并不单单只是数据啦，因为如果对健康不了解的人，有些数据对你也没有办法实际去应用的话，那其实也没有意义。那它是会分析出来跟你说你怎么样可以去进步你的睡眠啊，怎样可以更好，或什么地方应该改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收集这些数据下来的话，它就更有意义。那再来呢，我们来讲到这个 Pro 系列的手表，那这个部分呢，真的是算我自己看到非常惊艳，那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佛心。首先，它的整个材质的应用，它外框是使用钛合金齁，那它里面的玻璃是使用蓝宝石，那它的末世硬度是9，那钻石是10嘛，所以你大致上知道，如果它就仅次于钻石的话，其实一般来讲很难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刮伤它啦。其实这样的组合，我们讲钛合金，然后配上这个蓝宝石玻璃，那在苹果手表上面的话，这样的组合的话，就是2万多块起跳。那苹果手表上面的差距哦，以目前来讲，就算你买到钛合金的版本，它除了外面使用的这个表身的材质跟玻璃的材质比较好之外，它里面的硬体是跟最低规的版本一模一样，所以我从来不会去买到那种版本，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提供更多实际使用的功能。那三星这次他们走的这个 Pro 系列的手表，就真的在这个等级把它区隔出来。第一，我很喜欢的，但除了材质之外，就是它在里面的电池续航力也是真的增强。那他们在不开启 GPS 的时候，续航力可以到80个小时，对比苹果手表的18个小时。那这个也是我一直常在讲说，我觉得苹果手表的续航力也是很多人不去买的这一点。那大家如果平常有常在看我影片的话，我上次有跟泽瑞跑步教练拍过一片嘛，那他们也是平常对运动的需求啊，他们在买智慧手表的时候会非常在意，就是防不防摔、电池续航力，还有这些运动记录啊、登山什么等等的这些功能上面，他也很老实跟我讲，就是说，这些功能是他们觉得苹果手表比较缺的。那这次这个三星的手表，在这一些我们提到全部的部分都有加强，我觉得它就是完全找到这个市场的缺口。那像我刚刚讲的，它更耐摔，那它外面钛合金的这个边框哦，它是做高于萤幕的，那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苹果手表的萤幕是整个露出来的，所以今天即使它外面的玻璃是使用蓝宝石的话，你任何脚去很用力敲到任何地方，石头什么等等，它还是很有可能会破碎。那有摔过苹果手表的人应该都知道。但是如果它今天外框是这样凸起来的话，你去怎么摔它就是只会摔到它外面的边框钛合金的地方，那这样就是保护里面的玻璃，因为边框受一些损伤，其实是不会影响到它的使用。但是玻璃破的话，你基本上就不能使用这个手表。那也因它这样材质的组合，还有它这个新的，还有一个这种磁扣的这个表带，它真的可以单手让你去操作，去戴起来啊，去拿掉，然后整个还是非常一个轻盈的一个组合，所以你戴在手上算是你要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它不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同时间呢，它里面这个 GPS 定位是可以让你再去登山啊，或是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它不只可以准确记录你要去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不用看着地图，因为它会提醒你什么地方应该左转，什么地方右转。如果你配合他们的耳机的话，他们可能甚至会有声音提醒你。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很多导航是你开到那个点的时候，它就关掉，它就停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去登山的时候，你到了什么点，是它到那边你就没有收讯的话，那怎么办？那你去那边到那个点之后，然后它的地图就关掉，就没有这个功能在，然后你事后要再把它叫出来的时候又没有收讯的话，怎么办？那他们这次就加入这个可以回程也可以追踪的功能，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记录到你去了哪里，它就可以让你用同样的这个路线
用 GPS 直接帮你定好，让你知道说你回程要怎么走。那这个我觉得在安全性上面又真的增加，而且就是真的应该是有从很多登山使用者或是户外运动使用者的角度跟他们可能去讨论说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才会做出这样的功能。那这个部分苹果手表据说今年也会推出什么 Pro 版本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拭目以待，看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类型、这个等级的手表，但是价格绝对不可能像这只这么的佛心。那但是价格目前就是看美国那边公布的啦。那它现在好像单手表是，如果你不要 LTE 的话是370，然后要 LTE 的话420，然后你再加上这个表带的话，就大约450跟500。那我记得苹果好像是700多起跳嘛。那所以你去考量它这个材质，然后它的萤幕尺寸，然后它里面电池容量、续航力，还有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些功能等等，那你们应该就知道我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价格很佛心。那为什么我觉得苹果搞不好，就算推出 Pro 系列的话，那以他们现在苹果手表的定位跟定价，也很难会达到那么低的价格。OK， 那最后我们就来讲耳机的部分。那这一次我觉得在它整体的设计，我现在上手看起来，我其实反而更喜欢，因为现在是比较亮嘛，它那种亮面的设计，那可能对我而言，戴在耳朵上面它就比较明显。那现在它改这种雾面的设计，然后黑的、白的跟紫的，那它在降噪的部分有相对上一代又再加强了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你开始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就算你有在开降噪功能的时候，它就会把音乐降低，然后开启通透。那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跟别人对话，然后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回你什么。那这个相对现在苹果上面，你可能还是要去手动去切换什么等等。这个功能我就觉得现在目前当然很多的这些蓝牙耳机都有，可是他们在现在这个功能上面有加强，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也希望在其他厂牌看到这样的功能。那再来就是他们有支援这个24bit 的这个 HiFi 的音质，那这个就是看你平常使用的音乐服务啦。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可能去买了这个 HiFi 音质的音乐服务，或是下载了这种版本，然后你们耳机没有支援的话，其实反而去多花这个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说他们现在支援这个版本？那如果你今天在这个生态里面要做一个整组的配合的话，那你现在耳机就有支援到这样的音质，你就可以去使用它。OK， 好，那今天大致上就做一个小总结，然后刚实际去上手的这些体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再来我们这边也会做个开箱啊，还有一些评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实际上手的一些测试的一些体验，可能玩游戏、拍照什么等等的东西，或是你们有什么比较想看的内容，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OK， 好，那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